比如他们相处私下相处的画风是什么样的？冠佑他可能就是比较幼稚一点，然后平时我们进场前我们俩关系就很好，我们还一整就去朝阳大悦城吃共度晚餐。晚餐就晚餐，你共度两个什么意思？像华森他平常就比较愿意闹，他也劲儿挺大，我俩平时也就打打闹闹的。你爱读书？对，常华森床前就放2本书，没事就听读。读书指南是吗？我想安利一下段星星，对，因为有一次，他拿了 A 等级之后，我就在他旁边说，我说哇，我好喜欢这个粉色的衣服啊，我还真的是一个执念，想拿一个 A 班的衣服。他就说好，我给你一件，但其实那个衣服是很少很珍贵的，而且他就是脱口而出说给我一件留纪念的话，就说明他真的是很无私的那种人。我发现连怀伟还欠我一件衣服。他怎么了？你也他送你一件衣服，因为梁怀伟真的非常好吗？好，这个是真的好的。我当时是4A 班好像是，然后离那个 A 班就很远，但录制间隙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，然后我就很爱去 A 班表演节目。然后他们当时很喜欢跳 BLACKPINK 的那些歌嘛，然后当时就一直3个人差一个谁的位置，反正 Jennie、Lisa 跟智叔的位置是抢得干干净净。但是呢，我又很想上去跳，我就去抢位置。然后那个事情之后才跟连怀伟他们熟的，就一起跳 BLACKPINK 的舞。聊一下，就跟你们关系比较好或比较熟的，或你们比较欣赏的选手。杨浩明、梁森时期，浩明的话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到了每次公演阶段的时候，然后你晚上就在寝室看不见他了啊，他会自己一个人在练习室一直在练，他这个精神真的很打动到我。然后梁森呢有做一件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，就是我每一次顺位成功，他都会把我，因为他个子高嘛，他都会把我举起来，然后举很高，举高把你。举起来了。离开大场走的时候，然后他又最后一次把我举高高，哇，然后就很感动。17呢，就是因为他也是玩说唱嘛，而且他是一个很会撒娇的男孩。他怎么撒娇的？他就是那种恩熙，对，就是那种。那我追问一句啊，因为就是在你淘汰的那一场时候，你当时有放句狠话，就前20强我有不服的。现在在前20这几个人，有很多我不服。我不服是因为在那一个阶段，他们的唱跳 rap 实力确实有问题。你不服谁？老种泽啊！哇，这可以说吗？都不服，说嘛，说直接说。你嘴巴里说我的名字啊，然后我们做超惊讶的表情，就说我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你们就超惊讶了。不要说娄种泽，你不服谁？老种泽。包含来分享一下。罗一舟还有刘冠佑初舞台，我注意到他表演了一个民族舞，市场竟然有男子能把那个胯开到那么大，然后搁空中乱蹦，空中乱蹦啊，不叫乱蹦，是在夸人，在空中双飞燕，旋转跳跃。每次录节目录很久，他就坐在那个座上，他就坐得很直，因为他毕竟也是好像军人出身，对，然后他就素质也很高，然后每次我朋友就说你看看人罗一舟，你再瞅瞅你搁那佝偻腰，眼睛也无神，你瞅他精气神那么饱满。挺胸抬头，不要翘二郎腿。冠佑嘛，因为我跟冠佑就进场前关系就特别好，他也是平时也特别可爱，然后也挺幼稚，他还很小，而且他实力也是真的很强。我还记得我当时就刚来公司，他还就一遍教我的跳舞，他也没有嫌就是我学不会怎么样的。而且他刚说冠佑的脸好小，那么一点。这是冠佑吗？冠佑的脸肯定是比这个小的。我安利孙一航吧，孙一航还有李俊豪。我是觉得孙一航，因为我跟他很早就认识嘛，所以当年你们本身是有认识的。哦，对，是有认识的。就算你们重逢吗？算重逢。你觉得一航可以分享一下他跟以前有什么变化？我身边可能有很多人，可能也可以当演员，也可以当歌手，他觉得都 OK，都无所谓。但是孙一航他只想成为男团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得吧，现在的市场上还能坚持，还能坚持说你只做一样东西，因为那样东西是你想做的东西，你不会想要说因为赚钱或者干嘛之类的去改变自己。站姐有拍到，就是李俊豪跟孙一航2个人好像关系还不错，有一起去买东西吃或什么。他们俩的友谊怎么建立起来？初见面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前后排，就坐在附近。刚开始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担心、比较生疏的，但是后面的话，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相处
不会太去考虑那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其实不重要。其实我跟你这个人相处，我就喜欢你这个人就好。我就安利我那个小白马那4个兄弟吧，就是段星星、刘光佑还有连老师跟孙一航嘛。段星星人的话，我觉得他是在练习室里面待过最久的人嘛，他没事就会去练习室，就节目还没开录的时候，那会儿，然后就是他会来主动找我说，咱们2个什么去练舞啊，然后一起交流。连老师人也特别的好，经常给我做什么心理疏导，因为开始进节目的时候我蛮嗨的一个人，到后面就觉得很沉闷，他就过来他说。白灵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一定要笑起来。我觉得真的很暖。怎么嘛？你公司不要你了吗？还是什么？你公司不要你了，来我莲花有工作室啊？有考虑吗？没考虑。没考虑。公司合约应该还有8年之久。连老师第一次去校园上，哇，你少时时代的。哦，你下汉语对下汉语，对。那我们快速分享几个可能什么之最啊？泡在教室训练时间最长的是谁？段星星。罗一舟也挺，因为有一次我们是老师说啊，我们今天集体休息了。当时是主题曲考核的时候，是我们宿舍看到那个教室台亮着灯，然后罗一舟在那练。大厂人缘最好、最会交际的是谁？啾吧。唐九洲，唐九洲，对，我觉得是一个情商很高的。但他跟谁都聊得来。最体贴细致的是谁？我其实想到一个人，就是孙英浩。之前是我们还没有出舞台的时候，互相不认识。我有一天提着一个很沉的包，他正好提着一个行李箱，我们一起坐电梯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你把包放到我这上面吧，省省力气。”当时我们是完全不认识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细节就让我，哇，这个人真的好细心啊！我们当时住酒店的时候，我的房间对面就是孙一航的房间，然后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挂了圣诞树在自己的房门上，很有仪式感。对，还有亮灯、彩灯之类的。大家你可以透露一下完成哪些就是一些小心愿。有的跟我关系很好的工作人员一起去约个饭，因为他们也挺辛苦的。把大家没加的微信都加上，然后建个群，我当这个群主。这个也当不了，咱亲自群主，还是保持一下群主。